好，虚部先过，重心在位移的这过程中，快到极限了，我这边再加压。老师啊，我想问一下哈，就是形意连环拳啊，是形意拳一个经典的套路，里面有个动作啊，叫白鹤亮翅嘛，接炮拳。那下去其实说真的就比较好练。那上来这个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上来要怎么练才练得比较好、比较漂亮？首先下来不见得好练呐。真的吗？然后再上来怎么才漂亮哦？应该说借动作发力会借比较干净，比较漂亮啊。对。哦，那怎么样借发力哦？例如说，我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其实我右脚是虚的。OK。哦，我虽然脚着地，但我重心是在左脚。OK。哦，所以第一个你要分清楚你的虚实。那你左脚为实的话，右脚虚，撑出来的时候，你的重心其实还没有出去。哦，我出来重心还没有出去，然后等我重心要落的那一瞬间，我的胯跟我的脚步伐再一口气发。好，所以我会吸气，吐气。OK， 步伐先上，重心后动，胯最后合。OK， 好，步伐先上，碰上去，那它就会很明显一个对发的感觉。OK， 因为上面往下嘛，我这边往上，好，出去，出来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重心虚实要分清。好，虚部先过。重心在位移的这个过程中，快到极限了，我这边再加压。老师啊，我想问一下哈，这种虚实的这种转换啊，在对打里面到底有什么用？其实你看现在很多人在对练的时候，有经验的人，有经验的运动员哦，或是选手之类的，他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摇摆。前后倾，其实这个就是虚实啊。那因为他不大可能虚的在后面这样打拳嘛。很少特殊状况会有。对，那很少见。到调动作会有。那我在做虚实，那对方也是有经验的人的时候，他就会去判断我的虚实。通常是我实的时候会发动作，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去调对方。虚实碰，用这种来去调他。OK。那他会调我，我会调他，双方就比这个对这种瞬间的结构重心转换的敏感度。它简单是一种假动作跟真动作的判断，瞬间的判断。应该说它是发跟不发的瞬间关键点。那我不发就是假动作嘛。对。然后发了就实的动作嘛。OK。那我这边我可以在这个发跟不发之间自由的调动的时候，它的第一个转换当然就快了。然后第二个你的战术的选择性就会比较多一点。OK。